老龙王身材魁梧高大，比李长寿的这一具纸道人化身还要高了半个头。此刻老龙王端着酒杯前来，见李长寿与月老出迎，龙王先是皱眉，随即便明白了玉帝不愿意暴露身份，但是老龙王依然向前迈步，并未停下身形。那龙须飘舞的龙嘴带着几分笑意。此刻龙宫主殿内道道目光尽皆汇聚于此，人人都知道东海龙王深藏不露，此刻都好奇这位龙族族长要搞什么大事。李长寿与老龙王对视一眼，并未与老龙王传声，已是明白龙王已经明白了玉帝不愿意暴露。而现在已经明白了玉帝不愿暴露的老龙王，却又想让玉帝明白他们龙宫对玉帝与天庭的尊敬。绕了一圈之后，李长寿大概已经明白自己该如何做。龙王陛下，李长寿笑着做了一个道揖，恭喜恭喜啊。东海龙王笑了起来，给人的感觉有些犯迷糊，又带着几分慈祥。他动作自然地将手中的金樽递给了李长寿。龙王背后的几位龙族老者此刻都是含笑点头，不着痕迹地看了眼玉帝的化身，并未多言。东海龙王温声道：今日得天庭一助，吾龙族不胜感激。两位都是玉帝陛下身前之人，不知玉帝陛下有何喜好啊？吾明日便备一份厚礼，差人送去天庭，算是答谢。李长寿不动声色地朝着一旁挪了半步，刚好挡住了玉帝化身扮演的将领，笑道：龙王爷，这份厚礼陛下应该是不会收的。天庭如今虽然刚刚起步，百业待兴，但却是秉天道立秩序之地，妖魔祸乱四海，生灵惨遭劫难，故玉帝陛下派来天兵除魔卫道，维护天地清明。龙王爷缓缓点头，却也不多说，只是道：那今日吾便以此酒谢过天庭相助。言罢，龙王双手举樽，李长寿不动声色的侧身，看似是不敢受此礼，实则是刚好让龙王的敬酒落在了玉帝化身处。玉帝化身与众天将一同端酒相迎。月老笑道：我等敬龙王爷一杯。一杯饮罢，饮者皆欢。一旁有龙女向前为东海龙王斟满酒。东海龙王笑道：各位吃好喝好。言罢便转去了截教仙人的十几桌宴席处。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松了一口气，与月老一同回了座位。玉帝的化身已是与其他天将一同说笑。等了一阵儿，玉帝的传声总算是来了：海神爱卿，你这具化身不如就与月老一同回返天庭吧。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思量，表面与月老同饮，暗中用仙石传声回去：陛下，臣也想早日去天庭，在陛下身前效命，只是如今旨意未落，臣也无天庭神位，大法师恐会不喜。玉帝化身传声叹道：吾当真想早日与爱卿促膝长谈，心底有太多郁结之处，无人可抒矣。陛下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海神，我来敬你一杯。玉帝突然直接开口，举着酒杯对李长寿抬了抬。多谢多谢。李长寿忙端起酒杯与玉帝陛下遥遥相对。李长寿自知也就在此地机缘巧合之下，隔着2、3道身影，吃着龙族的山珍海味，才能与玉帝如此对饮。今后估计是没这般机会了。2具化身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又听玉帝化身笑道：海神是否有道侣啊？今日你可是靠着掌管姻缘的神仙而坐，若有心中所想，即可美梦成真呢。震惊！
天庭玉帝竟主动要求臣属以权谋私，这是玉帝节操停机欠费，还是天庭职业道德彻底的沦丧？啊，这个贫道醉心大道。李长寿笑着应了一句，脸上满是尴尬。一旁的月老却是略微皱眉，瞪了眼这说话的天将，即这位玉帝陛下的化身。月老低声道：这可不是随便改的，乱改可是要扣贫道功德的。嘿嘿，老铁，路走窄了呀。月老可能是有些微醉了，又可能是太过紧张，竟然小声对着玉帝的化身数落：红绳乃是天道宝器，岂可乱牵？这里是龙宫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心里没点谱吗？你是哪部的天将？哎，月老，不至于啊！李长寿连忙端着酒杯相拦：哎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少说两句。他就不能乱说这事儿？这事能说出来吗？贫道背负着多大的压力，也不过只是姻缘殿看店的，他竟……月老还要继续言说，却被李长寿用酒杯将话头摁了回去。啊，对，月老说的是啊，消下气。李长寿含笑应着，心底却是一阵的无奈，又没办法对月老传声解释此事。一旁的玉帝化身也是连连点头。或许是因为李长寿知道了他的身份，玉帝陛下此刻略微有那么一丢丢的尴尬。这应该就是月老老铁的先生巅峰了，只不过这个巅峰之后是低谷还是刀山火海无尽深渊，那就不一定了。还好不多时，敖乙带着姜思儿过来敬酒，将这个尴尬的氛围冲淡了些许。李长寿起身对着敖乙传声叮嘱几句，敖乙特意为这桌的每一位天将挨个敬了一杯酒。看敖乙喝的是耳根泛红，李长寿笑道：二教主，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可不能只顾着自己喝酒，怠慢了家人呢。敖乙那张少年面容更红润了一些，支支吾吾两句，又在李长寿那似笑非笑的表情下败下阵来，拉着姜思儿去了侧旁。看着这一对龙族新人，李长寿的心底也是有些感慨。其实生灵怎么活着都是活着，像敖乙这般龙二代，有得天独厚之处，背上也有莫大的责任。如姜思儿这般的鲛人族小公主，在背后庞大的庇护下无忧无虑地生长到今日，今后也要面对未知的命途。李长寿也不知道该如何言说，觉得自己还是挺走运的，被师父捡回了渡仙门。靠着渡仙门的人教道成背景，自己也有了在洪荒安身立命的先决条件，其实已经比大部分生灵幸运了许多。浑浑噩噩却无忧无虑的过一生，还是明明白白思前想后的过一生，都各有各的好处，这个无法去分个高低上下。李长寿给自己斟了一杯酒，看着酒中倒映的这其实有些陌生的面孔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多人生感慨？大抵也是见到敖乙成婚，见到生灵涂炭，略微有些不适。这一杯敬我自己，感谢自己能在这般凶险的洪荒一路活到现在。清酒入喉，打起精神，继续处理后续之事。这一次打退了西方教，还要确保西方教继续打压龙族，这才是重中之重，也是难中之难。脑壳疼。大婚之后便是大宴，预计龙宫流水席要持续1个月以上。这时谁要先走，那谁就是跟龙族关系生疏。大多数宾客呢都知道龙族的规矩，来之前就已经明白了，要在此地最少待上1-2个月。大家都是练气士，谁还能够喝到酒精中毒不成？莫名想到了小师叔，
李长寿稍微计算了一下龙宫这一场婚宴的花销，暗自啧舌呀。我果然还是小穷风出身，面对洪荒龙大户，真的不该心慈手软。一边在此地与玉帝化身同宴，一边将自己散布在东海与南海的指道人军团藏得更隐蔽了一些。今日没用上，不代表后面用不上。下一次若是再遇到这种危情，我倒是不必多派指道人过来了，准备工作就会轻松许多。大事稍安，李长寿也分心关注了一下穷凶极恶小师祖与忘情上人的感情进展。结果呢，还是老样子，两个人虽然已经是各自表明了心意，就是不踏出那半步，完全没有什么那个不经意间就迸发出什么火花的冲动。心火烧黄牌警告一次。李长寿也明白，如果像他这般200多岁的半老腊肉，稍微纯情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两个人都几千上万岁的人了，扭捏个什么劲儿啊，这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是按身段论，师祖他老人家的少女心，这个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，真的是个少女。熬以大婚的第6日，赵公明与黄龙真人结伴来了安水城海神庙。李长寿早就恭候多时，用老神仙形象与2位相见，请2位大佬入内喝茶。刚入座，黄龙真人就问：海神道友，当日没人去袭扰海眼呐？一旁赵公明笑道：嘿嘿，这是海神老弟担心，所以做了布置，有备无患罢了。确实。黄龙真人叹了一口气，当时听海神老弟一说有人去东海海眼捣乱，当真是把贫道吓出一身冷汗。海眼若开，又是生灵涂炭，数不清多少龙族要填入其中啊。李长寿道：前辈不必告诉我海眼真正之所在，但还请告诉我一声，海眼处的龙族守备可否保证无患？可。黄龙道：那4处海眼有远古留存至今的4大龙将镇守，龙族绝不会怠慢如此。如此就好。确实是我多虑了。他并未言说那6翅金蝉之事，毕竟说了也没什么用。像文静道人、6翅金蝉这种凶人，若非这般时刻，根本不会在洪荒走动。文静道人被搞心态的那一次，纯粹是凑巧被碰到了。赵公明缓缓叹了一口气，言道：哎呀，此前我跟黄龙师兄在南海和东海逛了逛，这次劫难死伤生灵当真不少啊。不错。黄龙真人面露不忍之色，龙族何时才能安生啊？海神道友，贫道此次前来是想问一问龙族上天之事，此事如何了？已完成了大概30%。李长寿正色道：晚辈也不敢多隐瞒，公明前辈出手阻拦那西方6人时，我家大法师也在附近。天庭相助龙族退敌，龙族此时对天庭已有了初步的好感。接下来如何发展，还是要看龙族是否面临困境，是否会对天庭主动求援。黄龙真人缓缓点头，皱眉思索，也明白李长寿话中的意思。人教是站在天庭这边收复龙族，并非是单纯为了龙族考虑。但就是这般，黄龙真人看李长寿这一句老神仙指导人的目光，也略带感激。多谢道友大救龙族。前辈莫要如此客气。就是。赵公明在旁边震了震衣袖，3教1家亲。那个海神老弟啊，这次在东海出手，我可是全按你说的在办。这事儿若是今后我
有人追究起来，你可要帮我解释一二啊！哦，自然。此次多亏了前辈，才可以破掉对方的算计。前辈往那儿一躺，当真是绝了，是吧？赵公明顿时端起架子，抚须大笑2声。哎呀，小树蚁啊，何足挂齿嘛！对了，玄都师兄在旁所见，可是说什么了？大法师说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妙字。此妙法都是出自海神老弟你手中，怎能归功？赵公明话语一顿，突然抬头望向屋顶，双眼略微一眯，一抹道韵自他身上掠起。大胆，竟敢窥探此地！言罢，屈指一弹，一抹青色光华一闪而没，将高空中的那只血纹直接戳爆。在这闻声中，李长寿竟然听出了少许试探与怯弱。这只小血纹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，却又不敢言说半句，围着李长寿转了半圈，小心翼翼地落在李长寿这一具指道人的耳间。自然是文静道人又来通风报信，此前被赵公明发现并戳爆的也是这般血纹。李长寿自是知晓，文静道人为了能够及时给他传递消息，在安水城之南的海域中用血纹侵蚀了一群海鱼，借海鱼微弱的魂魄寄养，有大事需要传信时，血纹就会吞噬海鱼的魂魄，从南海直接赶来。